我是渡海，这里是南国边境的海域，许多船只在这里停靠，船上的宝贝全部埋在海底。我以为来这里拼一把，捞到一件就能翻身，赚够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结果被抓来当劳工。这里没有法律，没有秩序，只要不听话，就会被喂鳄鱼。你快给我下去吧！老大，有个新来的被浪卷走了。这种小事还用跟我说？淹死就淹死了。钱还没挣到，不能就这么死了，给我一个金手指吧。这是海王三叉戟。海王三叉戟竟然进入了我的身体，不仅救了我，还让我有了透视的能力，能看到千里之外的水底的宝物信息。但是以我现在的体力，游不过去，我得先回去搞些装备。这浑浊的河水下面埋藏着足以撼动整个世界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的位置只有我知道。只要我能开采这片海域，就可以飞黄腾达，赚大钱。新来的磨叽什么？快把打捞的宝贝拿过来！都给我站好！八送老大马上过来收货，快把你们筐里的东西都拿过来。谁打捞的货最少，就滚去喂鳄鱼。八送老大来了。八送老大，检查一下今天的收获。是。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垃圾！哎，这蠢货，300万的宝贝就这么随手扔了。今天的收成看来不怎么样，最差的是谁？拉去喂鳄鱼。将军，这个新来的打捞上来的全都是垃圾，业绩最差，就用他来喂鳄鱼。就他吧。我刚开启透视神眼，又从海上死里逃生，不能就这样死了。小子，你运气不好，今天就用你让我的宝贝们开开荤。就这样，走！等等，八送老大，我能找到宝贝，比这些所有加起来都值钱。放你妈的屁！就这衰样还能找到宝贝？老大，别听他鬼扯，这小子就是想多活几分钟。哦，给你3分钟，找不到就死。没问题。八送老大，这个贝壳里的宝物比所有的加起来都值钱。黑鲨大哥刚把这破贝壳扔了，他竟然说这里没有宝物。这破贝壳沙滩上多的是，绝对不可能有宝物。为了活命，这种谎都敢撒，待会儿怎么收场啊？将军，他是在耍你啊！将军，等一下。你还有3秒。3、2、1，收到了。八送将军，戒指在这里。温大师，去看看戒指。将军，这是顶级哥伦比亚祖母绿，颜色饱和度高，这么大颗重的也非常罕见。如果送去曼谷或香港拍卖行，成交价很可能超过300万。我的老天爷，这么个小玩意儿竟然价值300万！新来的小子运气还挺好，有点意思。黑鲨啊，将军，晚饭给他加个鸡腿。是。八送将军，我不要鸡腿。哦，那你想要什么？我要黑鲨这片海域的打捞权。你他妈说什么？敢争老子的海域，我弄死你！哎，有野心很好，但想要权力，就得拿出匹配的实力。今晚8点之前，从这片海里给我打捞出价值比戒指多10倍的宝物。10倍，那就是3000万，这怎么可能完成？是啊，如果做到了，
这片海域你说了算，做不到你就自己跳进去喂鳄鱼吧。自不量力的人配不上我的子弹。我接受。我打赌要捞出3000万的宝贝，否则就要被拉去喂鳄鱼。可浅水区的宝贝撑死也就几百万，但深水区，我之前看到的沉船里，随便一件宝贝都价值连城。我要一艘打捞船，还有相关的打捞装备。将军，给他装备，他肯定要跑路啊！给他带上最新型的电子镣铐，只要他敢跑，按个按钮就能让他粉身碎骨。好嘞。跑？这海底还藏着价值数百亿的沉船宝藏，在没有把这些宝藏全部收入囊中之前，就是用8台大轿抬我都不会离开。正前方的500米，英国殖民时期运金船，整整1箱宝贝，价值1亿多。先打捞这个吧。箱子里这枚暹罗印章就价值3000万，这些金砖值1个亿啊！如果全部交给巴索，也太亏了吧！要是我有个空间能藏这些宝贝就好了。这难道是3叉戟的储物空间？没错，你已得到海域的认可，激活神器空间之路。你探索的海域越深越广，能解锁的威能便越强。太棒了！我要扩大更广阔的海洋面积，才能变得更强，打捞更多的宝贝。我把这些金砖存在3叉戟的空间，这1个亿就是我的了。把剩下的暹罗印章拿去交差。将军，已经快8点了，我看这小子肯定是跑路了，直接炸了他的手环，送他上路吧。说8点就是8点，做事一定要有规矩。还差半个小时。杜哥，就这一个箱子，怕是凑不够3000万。我这还有几件宝贝，你一起拿去。这个阿明跟我一样来自华国，平时就经常帮我，现在又给我送来东西，我打捞的东西能够保命。你的这些就自己留着。你拿着吧，在海外咱们华国人就应该互帮互助。放心，你们2个把箱子拿来。我刚上岸，黑鲨就派手下来抢我打捞的东西。既然你存心要我死，那就别怪我心狠。这些东西是要给巴宋老大的，你们还没资格过目。找死！住手！把枪放下，巴宋老大要见他。杜哥，阿明，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将军，时间到了，那个华国佬还没回来，肯定是没完成，可以弄死他了。杀了他！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怎么可能回？将军，辛苦辱命，这里面是我今天打捞上来的宝藏。我在这片海域打捞了10几年，这片水域有几斤几两，我比谁都清楚。将军，就这种品相的沉船木箱，里面最多装一些普通瓷器和铜钱，这里面的东西绝对不值3000万。黑鲨，既然你这么肯定，敢不敢跟我赌一下？若箱中宝物价值超过3000万，要你的命！好，如果没有3000万，就去死。这个赌约有意思，开箱验货。是。将军，这是暹罗皇朝的皇家印章，一枚就价值3000万。3000万，你输了，黑鲨，你死！将军，这不可能啊！将军，
他肯定是使了诈。将军，我打捞上来的东西明明价值3000万，但黑鲨一直说不可能，难不成是想自己打捞上来，独吞掉不想给您？老大，我没有。不管有没有，愿赌服输。我巴宋在金三角立足20年，最欣赏的就是有能力的人。这片海域归你了。太好了，拿下这片海域，我就可以打捞宝藏赚钱，还能够不断扩大探索的海域面积，获得更多3叉戟的威能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打捞出这3000万的东西，我只要钱。1个月后，给我3个亿的货。果然是吃人的南国，如果没有3个亿，他也会要我。好在我了解海底宝藏的位置，搞3个亿标差不是问题。可是便宜巴宋这个家伙白得3个亿，1个月3个亿，我肯定完成。好，这片海域归你了。去海底打捞宝藏，只有自己的辛苦，否则我到时候贪下的宝物肯定会被巴宋知道。把头救出来！这是我捞到的！住手！哟，这不是昨天差点喂鳄鱼那小子吗？怎么想来逞英雄？杜哥，快走，这不关你的事。你们这些人渣，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主动把包给他，否则后果自负。听见没？一个自身难保的废物，还想替人出头，你算什么东西？你昨天走了狗屎运，捡了个戒指，真以为能翻身了？在黑鲨老大眼里啊，你就是个随时能捏死的蚂蚁。杜哥，东西我不要了，你快走！阿明，你放心，以后再也没人欺负我们。你们的老大黑鲨已经死了，现在我是这里的老大。还敢这么说？我现在就杀了你！住手！你们干什么？温先生，都是这2个华国人在闹。将军有令，即日起，这片水域归杜海所管辖。黑鲨已经违令，被处决。不可能，温先生，这一定是弄错了。他只是个华国劳工啊！你在质疑将军的决定吗？以下犯上，是不是要跟黑鲨一起死？我错了，我有眼无珠。杜老大，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每人出去领30鞭，以儆效尤。阿明，过来。杜哥，这……阿明，以后你做我的助手，带领翻倍。外面那些人交给你管了。我真的可以吗？只要不听话，就拿枪跟他们说。好，杜哥，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你这么信任我，以后你说动，我绝对不会往弃。好，阿明，现在我就交给你第一个任务，带点可靠的人去东北方向130米，正西方向100米，西南方向100米左右，去打捞。凡是打捞到的宝箱，不要让任何人打开。我现在有点事儿，等我回来亲自打开。好，杜哥，我这就去办。我给的位置，只要我在打捞，肯定会有收获。趁着打捞这段时间，去公共海域的那些市场，说不定还能再添点捞。将近600万的明代熔炉，老板竟然当成废铁用，果然来这里捡漏是对的。老板，这个怎么卖？哟，小哥好眼力啊！这可是宋代的窑孔，哎，你看这釉色，一口价8000块。这也太贵了吧！我不要。嘿，哎，这个锈疙瘩呢？多少钱？看起来挺沉的，买回去应该不亏。拿回去压压酸菜缸，刚好。来了个冤大头，这年轻人，我拿来压摊位的垃圾，他竟然还当成宝了，正好处理了。嘿嘿嘿，小哥，这可是我从一艘老沉船边上捞起来的，说不定是个老古董。诚心想要，3000块拿走。300，多1分没有。这就是一个铁疙瘩，能是什么宝贝啊？300，我连辛苦费我都不够。这样吧，1500，交个朋友。
那你就留着当传家宝吧。我继续逛。哎，别走啊，300就300，行了吧？看来呀，我还是给高了。哎，算了，我就当买个秤砣了。我给你拿钱。好嘞，来，好，那我就先撤了啊。小哥慢走啊，下回还来啊。300块换600万，有了海神3叉戟后视眼，这种打捞市场简直是我的宝物。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找个靠谱的地方去把宝物换成钱吧。听说金汉阁是华人商会建立，那里有军方成长，交易时只看货物，不问来路。我先用手里的货探探路，如果可行的话，以后的宝藏都可以从这里出手，不必担心卖的宝藏被巴苏的人盯上。老板，看看这个，估价。小兄弟，你拿一块废铁来我金寒阁，你走错地方了吧？这金汉阁的规矩不是只认宝贝不问人吗？我就是这家金汉阁的老板，你说的规矩自然是有的，但是也得看看是什么宝贝吧。我这个就是宝贝，金汉阁的规矩难道是因人而异的？赵掌柜，既然这位先生执意用这块废铁自取其辱，那你随便看看吧。好的，大小姐。小子，金汉阁收的是打捞上来的古物，可不是你这种船上的普通压舱铁啊！来，先看看我的。你又是哪位？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就你这种从公共海域这种垃圾场淘来的东西，还配讲究一个先来后到？也就你们这种捡垃圾的，把它当个宝。周小姐，赵掌柜，我今天淘到宝贝了，快帮我看看。那看看这从深海打捞上的金币，这才是古物。像你这种不识货的，赶紧闪一边去，不要耽误本少爷挣钱。这笔作不简单。我眼光再差，也好过有些人有眼无珠，真正的宝物就在他的眼前，自己看不到。你放屁！你个捡垃圾的也配谈眼光？你说我的东西是垃圾，那你敢不敢赌一把？就赌我这铁疙瘩和你的金币。赌？就你赌什么？赌什么？如果我输了，我就给你1000万；如果你输了，你这盒子看着还不错，刚好我缺个收纳东西。我要是赢了，就把它给我。捡垃圾的我见多了，把垃圾当成宝贝的头一次见。这盒子你也要？既然你想给我送钱，那我跟你赌了。郑小姐，您都听到了，您身为金汉阁的东家，更是会长千金。今日有幸，请你给我做个公证，免得这泥腿子输了赖账。周公子，你也是我们这儿的常客，怎么还跟这种来历不明的人置气？1000万，你可知那是多大一笔钱？你竟然敢用这块压舱铁来赌！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这可不是压舱铁，而是真真正正的宝物。我相信我不会输的。又是个做白日梦的赌徒，妄想一夜暴富。既然他自己找死，我就成全他，正好也给其他蠢货立个规矩。好，这个公证我做了。金汉阁的规矩，赌约既立，生死由命。你若输了，拿不出1000万，周少会要你做奴隶抵债。我已经想清楚了，开始吧。小姐，您先这边请。赵掌柜，开始吧。先鉴定周公子的钱币。回大小姐，周阳这枚是靖康通宝折2珍书，品相完好，价值估计在100万。听见没？100万！小子，你现在想认输也来不及了。区价值100万的钱币，你就觉得自己赢了，果然是井底之蛙。你还在这嘴硬？你一块破铜烂铁怎么赢我的靖康通宝？掌柜的，表层有包裹，内有乾坤，不如你从这里刮开看看我这宝物。不见棺材不掉泪。赵老，就依他的，刮开，让他彻底死心。这包浆，这工艺，赵掌柜一惊一乍的干嘛？难道这块铁疙瘩还是什么特殊垃圾吗？
之前是我没仔细看，大小姐，这是明代错金银赞刻佛经铜炉，外层被海泥包裹了。这品相堪称国宝级，市场估价至少580万。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这可不是压舱铁，而是真真正正的宝物。他早就知道，从赵老手里过的宝物没有1万也有8000了，连赵老都看走眼的，他竟然能看出价值，他的眼力比赵老还厉害。不可能，一块破铁怎么可能？郑小姐，赌局是否有结果了？周少，你输了。按照赌约，这盒子归杜先生所有。区一个破盒子，给你就给你了。他早就知道自己会赢，凭他的眼力，赌注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盒子，这盒子肯定暗藏玄机。这位先生真是好眼力，这个铁疙瘩居然价值580万，那我想这个盒子应该也不简单吧。郑小姐果然心思缜密。周阳，你刚才说破盒子，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可能，这盒子怎么可能还有机关？这不过是个木条。赵掌柜，劳驾您再给长长眼，看看这个被周阳当成垃圾的东西到底值几个钱。这是明代宫廷御制的嵌罗殿紫檀镇纸，看着刀工，这用料，这是孤品啊！价值至少1500万。果然如此。听见了，你用1500万的宝物去垫你那100万的破钱，还口口声声说它是垃圾。周少，你真不愧是有眼无珠的井底之蛙。我的，那是我的，把它还给我！拦住他！周阳，赌约是我做的公证，你想在我金兰阁里明抢？你周家是打算为了这1500万，从此退出华人商会吗？不行，绝对不能在这得罪了华人商会。要是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家族在华人商会里无法立足，我就死定了。好，很好，杜海，我记住你了。杜先生，这件错金银铜炉金汉阁收了580万，即刻转账。至于这件镇纸，不知杜先生是否也愿意割爱？我愿出2000万，比赵掌柜的估价多出500万，就当是交个朋友。多出500万对郑书玉而言不值一提，他看重的是我能看出这些宝物的能力。不过能搭上这条线，我打捞的宝物就不缺出手的地方了。郑小姐用500万跟我交朋友，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啊。我郑书玉看中的是有真本事的人，多出的500万买的也不是这件死物。如果杜先生后面有这种高品质的物件，可以随时来金汉阁，金汉阁全都要。全都要。郑小姐说话够直接，我确实需要一个能安全稳定的渠道出手一些东西。如果金汉阁能保证这一点，自然再好不过。在南国，经我金汉阁出手的东西，谁敢质疑？就是跟我华人商会过不去。好，2件东西共计2580万，希望这是我们良好合作的开端。爽快，赵掌柜，立刻为杜先生办理转账。好的，大小姐。郑小姐，告辞。杜先生，期待下次再见。出手渠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而且搭上了华人商会这条线，比预想还好。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看看阿明打捞的收获了。杜哥，你真是太神了！按照你指的3个方位下去，每个地方都捞上来一个宝箱，全都按你的吩咐，原封没动。
1天的时间就挣了1个多亿，这海域下面还有几百个这样的宝藏点，我要是把那些都打捞了，转手卖出去，起码有几百亿。干得不错，阿明，都是杜哥指点的好。不要拍马屁了，说点实际的。从今天起，你管理好这个打捞场，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我额外再给你100万。啊，杜哥，这太多了，这是你应得的。接下来我还需要你安排自己人去按照我的要求打捞宝物。杜哥，黑沙留下的那帮人根本不服管，阳奉阴违，每次都得用枪逼着才肯干活，指望不上。那就不用他们，你另外去物色可靠的人，特别是有真本事的人。人，我倒真认识一批退伍军人，身手纪律都没得说，跟咱们一样都是华国人。不过他们现在也在巴宋另一个手下白沙手下干活，不太好要。巴宋的人，行，你先去吧。1个月后不是要向巴宋上交这个月的收获吗？到时候我会上交一份让巴宋满意的收获，顺便跟他要人。杜哥，小心！白沙，这在巴宋将军的府邸门前，你想做什么？杜海，我弟弟黑沙被你害死，他的海域也被你抢了，今天我就要你给我一个交代。白沙，我只是遵照将军的命令，你说要我的命是在质疑将军的安排吗？小子这么有种，那待会儿巴宋将军核算收获的时候，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那就请吧，别让将军久等。将军，在核算前，我有个请求。白沙，你有什么请求说来听听。将军，我请求与杜海对赌，今日核算收获，谁打捞的宝物更值钱，谁就是赢家。输方就交出自己的海域给对方，请将军做个见证。这个赌注，杜海，你敢接吗？巴宋将军，这个赌约我接了，但是除了海域，我要再加上海域里的劳工。好，那就这么定了。开枪！杜海，金条、玉器初步估价1亿；白沙、银锭、宝石初步估价1亿3千万。杜海古董、珊瑚估价1亿；白沙青铜礼器1亿2千万。我现在已经比杜海多了5000万了。刚才我看了杜海的箱子，每个箱子估价最多1个亿，而我第3个箱子里面有我压箱底的宝物，价值2个亿。杜海，你今天输定。杜海第3箱瓷器，初步估价1亿，杜海打捞总价值是3亿。将军，这是明代德化窑白瓷观音坐像，保守估价是2亿。白沙打捞总价值是4亿5千万。杜海，听见没有？4亿5千万对3亿，你输了。10个亿给我交出来。是啊，如果这是真的白瓷观音坐像，确实价值2个亿。不过这个观音坐像100%纯假，连50万都不值。杜海，这就是价值2个亿的观音像。这胎质，这光泽我不可能看错的。杜海，你装什么高人呢？这物件是我找了3位鉴宝大师检验过真假，今天温先生也亲自说了这是真的，都确定是真品，你竟然说它是假的？你既然这么有把握，那这场比试如果是你输了，我就要你的命；如果你赢了，也可以要了我的命。你敢接吗？有什么不敢的？今天我就跟你赌了，请将军做个见证，赢了你，我就可以亲手给我弟弟报仇了。好，
既然你们都押上了身家性命，那我就给你们做个公证。在南国赌桌无戏言，谁要是不守规矩，可别怪我不客气。杜海，你说这是假的，可有证据？你知道欺骗我的下场吧？将军，这观音像100%是假的，我现在就给您证明。将军，请细看，真品釉面温润如玉，光泽内敛，而这尊釉光浮于表面，过于刺眼，这是赝品的典型特征。杜海，这尊观音像既然是下水打捞的，光泽上肯定会有些变化。对啊，杜海，那么多大师都看过的物件，怎么可能像你说的是个赝品呢？那这里呢？明代德化瓷以手工雕塑闻名，绝无可能留下这样的模具接缝。所以这个观音真实价值不会超过50万。杜海，你胡说八道！这接缝确实可疑。老温，别那么多废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将军，恕罪，是属下看走了眼，这确实是件赝品，属下无能。什么？真的是赝品？一个拿假货充数，一个眼瞎看不出来，差点让老子成了笑话。老温，你老了，把一个赝品当成真的，害老子成了笑话，你还有什么话说？将军，我将军，饶命啊！我为你立过功，我为你流过血呀！白沙虽然该死，但杜海这小子崛起太快，所以白沙现在还不能死，留着白沙才能制衡杜海。白沙，今天念在你往日还有些用处，我饶你一条狗命。按照赌约，你的海域、劳工全部归杜海，你的命先欠着，现在滚吧！谢将军不杀之恩，谢将军不杀之恩。杜海，虽然赌约上白沙的海域和劳工都归你了，但是你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些海域的主人。看来是我崛起的速度太快了，引起了巴宋的担心，他才留了白沙一条狗命，想要利用白沙来牵制我。将军，属下的一切都是将军赐予的，我懂。老温死了，你眼力这么好，明天你替他跟我去办一件事。将军，什么事？里昂市场你知道吧？明天会有几件打捞上来的宝物在那里拍卖，你就跟着我，替我把最好的宝物给拿回来。做得好的话，白沙的海域我才会交给你。相反，如果你让我亏了钱，你上供的金额加倍。这老狐狸，赌约赢了还要加时，分明是不想把白沙的海域痛快给我。还好我有这双眼睛，除了我别的人还真接不住你这考验。好。哟，这不是巴宋将军吗？你也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吗？还带个保镖，是担心回不去自己的地盘吗？那巴，如果这是在我的地盘，你恐怕说不完这些话就已经死了。巴宋，如果你在我的地盘，你也已经是个死人了。早就听说这那巴跟巴宋不对付，一见面火药味就这么重。主要是他们两家打捞的海域是挨着的，经常因为打捞的区域问题有摩擦。那巴和巴宋不和，那今晚我要找机会帮巴宋对付那巴，这样我就可以顺利获得白沙的海域。拿到海域后，我就能扩大海域，打捞到更多的宝藏，激活三叉戟更多的能力。欢迎各位来到本次的拍卖会，我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持人马蒂。巴宋，这拍卖会就要开始了，怎么还不见温先生呢？那把巴宋将军带来的，只要能够买到好宝物不就行了？哟，牙尖嘴利的小子，难道你不是保镖吗？你叫什么名字？那巴，在下杜海。今天过来
是给将军开眼的。巴宋，你真是没人可以用了。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华国人，那里的人可不会分辨宝物，只适合当个水鬼劳工下海打捞宝物。这些南国人把华国人当牛马用，还看不起华国人。我一定要利用自己的异能，统一这片南国海域。那巴，我们华国人选宝靠的是眼力，不是靠嘴皮子。接下来我们的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品出自于唐代沉船，形态特殊，因其外部被天然岩石包裹，只露出了一角的紫檀木纹理，所以起拍价是3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手电筒和工具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可以依次轮流上前观看，每人限看2分钟。我的老天，第一件就来这么大漏吗？无价之宝，我必须得拿到手。开玩笑吧，一块包着木头的石头也能拍卖300万吗？也不一定啊。唐代的紫檀木就算包裹了一层岩石，如果清洗掉岩石，这么大一块紫檀木，少说也得1000万。不行不行，这风险太大了。你不去看看宝物吗？我不需要看。哼！巴宋将军，今天的拍卖会我可以做主吗？好了，大家现在可以出价竞拍。400万，500万，我出价1000万。巴宋啊，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毛头小子？一块石头都出价到1000万，他是存心来坑你的吧？你可别被他骗了啊！大巴，你有这个好心，还是收起这副嘴脸吧。巴宋带来的这小子真是不成文，这才第一件拍品就下这么大本，后面的拍品怎么办？哼，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我看这小子没什么本事，口气倒是挺大。 1000万，第一次；1000万二次；1000万三次。恭喜巴宋将军成功拍到第一件拍卖品。慢着，怎么了？巴宋将军，你这是干什么？里昂拍卖会可不能随便反悔，既然喊了价格，就一定要买下来。巴宋将军，你不应该不懂规矩吧？规矩我们自然懂。 那你们想干什么？我要求现场清理岩石包裹，进行验货。啊！这现场就验货？既然巴宋将军已经购买了这个拍卖品，当然现在就可以进行验货。巴宋啊，我真没想到你们的人花了1000万买了教训还不够，还要现场验货，证明自己有多愚蠢。那巴老大。 这说明这个教训还是不够啊！没关系，年轻人嘛，当一当炮灰再正常不过了。巴宋将军这次真是看差了眼，让一个小年轻做主。那巴，先让你嚣张着，一会儿我就让你开开眼，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可惜了，这是明代紫檀木佛龛，这品相如果没有受损严重，倒是能值1000万。受损这么严重，这东西现在顶多值200万。哈哈哈！巴宋将军，这佛龛损失的这么严重，你的人喊到1000万。 看来将军你要亏麻了啊！多海，如果你让我亏钱了，你知道后果。巴宋将军相信我，这佛龛暗藏玄机。什么暗藏玄机？我看你就是死到临头了，嘴比石头还硬。这是高僧作画后留下的舍利子，这是佛骨真身舍利，这是国宝级的宝物。 价值至少50个亿，这可真是神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巴宋将军这次可真是赚疯了啊！什么？这小子，破烂石头里竟然开出来了舍利子？难道刚才他是在演戏？王先生，这是怎么回事？那巴老大，根据我10几年的鉴宝经验，这第一件拍品，单从外表。 绝对什么都看不出来。我看这次只是那小子运气好，花了1000万买了一个破石头，竟然瞎猫撞上死耗子，让他蒙对了。
也只能这样了。你说的有道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巴松将军，这舍利子带回去也不方便，咱们反正也要换成钱，不如今天就在这儿卖了吧。那就50个亿，谁要？巴松将军，我出50亿。巴松将军，我出价60亿，留下10个亿给我留点利润空间。巴松将军说了50亿，你还加价？你以为拍卖会呢？这位老板，你先喊的50亿，这舍利子就50亿归你了。我巴宋说多少就是多少。巴宋，谢谢巴宋将军。接下来我们的拍卖会继续进行，下面是第2件拍卖品——宋代双生贯耳瓶，来自陆浦海域的打捞市场。双生贯耳瓶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双生”2字，一旦拆散只有一个，价值便将大打折扣。起拍价5000万，每次喊价至少2000万。真的是双生贯耳瓶，更难得的是成对出现。这2只瓶子釉色、开片、器型几乎一模一样。成对的宋在官窑器，价值可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要是单独一只，虽也珍贵，但顶多值个5000万。可一旦成对，那就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价值能翻上20倍，恐怕能卖到20亿不止。这种故意以双生瓶噱头起拍的物件，果然有诈。左边是真品，右边是高仿。这种卖法在南国属于流氓拍卖，因为这种卖法会比单卖一个贵得多，谁买了恐怕得气得住院。竞拍现在开始，7000万，7000万，9000万，9000万，1亿2000万。那巴老大，这个双生瓶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重点跟价。我出2个亿，2个亿，那巴先生出价2个亿。没想到冤大头这么快就出现了，看来那巴对这件拍品是志在必得，看我不让你亏个大的。3个亿，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吗？那巴，拍卖的规矩从来都是价高者得，你出2个亿，我出3个亿，让你知难而退，这很合理吧？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双生瓶我要定了，4个亿。全场爆发数字，他们这个喊法1次加1个亿，这也太吓人了吧！是啊，这个瓶子极限的价格就是10个亿，这么喊可没有多少利润空间啊。5个亿，我出6个亿。那巴已经上钩了，那我再给他来一剂猛药。9个亿，10亿就是这个瓶子的极限价格了。如果你出10个亿，我就不跟了。哼，我那巴可不是被吓大的，我出10个亿。既然那巴你这么喜欢，那我们就不抢了。10个亿1次，10个亿2次，10个亿3次，恭喜那巴先生成功拍下第2件拍品。怎么了，巴松？你们难道都是靠运气拍卖的吗？遇到这种绝世孤品双生瓶，怎么不跟到底了？哦，巴松，是不是最近手头有点紧啊？我们不是不买，我们只是只买好宝贝才会跟到底。你的意思是我看中的双生瓶不算宝贝了？巴宋将军带来的这个小子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双生瓶一旦成对，那绝对是稀世珍宝。他竟然这不算宝贝？刚才这小子蒙对了，这会有点飘了吧？小子，上一件拍品也就是你运气好。在南国有运气可不够，还要有足够的眼力和财力做后盾，才能赚钱。那巴，我们华国人可不会这么做生意。你这件宝贝100%亏钱，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一样可以现场验宝。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验，趁着现在风声还没传出去，最后赶快联系买家脱手，还能少赔一点。你个小可爱，你瞧不起谁呢？我要现场验货。那巴先生，你也要现场验宝吗？没错，那巴也要现场验。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稀世珍宝。我劝你还是不要验了。怎么了，杜海？你怕了？那巴老大，我看这小子确实是看不出宝贝的好坏，纯粹是蒙的。咱们就让他开开眼。好，验。我的天，是宗璨，南国第1的鉴宝大师。到底是里昂拍卖会啊？这样就买东西不担心打了眼。这2个瓶子釉色清脆莹润，
乃龙泉窑典型梅子青。从目前来看，老朽并未看出任何问题。此对贯耳瓶却为龙泉窑精品无疑。听见了吗？宗粲是业内泰斗，他说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杜海，你还有什么话说？不懂装懂露馅了吧？看来这次我们也是收获颇丰啊。东灿师傅眼力过人，说的丝毫不错。这瓶子从外表看，任何一只都堪称完美。你现在又承认这是宝贝了？但是，问题不是出在外表，而是在内部。这只瓶子的内部藏着让他一文不值的证据。内部？瓷器内部除非砸开，否则怎么看内部能有什么问题？是啊，我看这小子是得了失心疯，竟然还想把那8花钱买的双生瓶给砸了。小子，砸碎了，我出的10个亿怎么办？你赔给我吗？好，如果是真品，我杜海按照10个亿的原价赔偿这个瓶子。但如果是赝品，那8，你刚才出的10亿照付不误。你敢不敢赌？那巴老大，别听他的，他疯了，不用跟他计较。好，老子跟你赌，我就不信宗粲师傅都能看走眼。砸！大家请看，这内部釉面之下有现代注浆工艺留下的气泡痕迹，还有这胎骨断面，分明掺了现代化学粘合剂。没错，这是老胎心底接的赝品，造这假的人手段通天啊！老朽打眼了。不，这怎么会这样？那巴老大，这属下无能。看来这次那巴真的是被打眼了，这10个亿真是赔个干干净净啊！怎么样，那巴，亏钱了吧？我都给你说了，别验宝了。你找死！那巴，在里昂拍卖会要懂规矩。好，不就是10个亿吗？老子就当听了个响了。那巴老大，还有一个瓶子能听响呢，你要不再听一次？杜海，你小子有种！我告诉你，南国虽然不大，但是南部海域都是归我管的。要是让我知道你哪天来了南部地界，我一定让你想死都难。哼！慢着！我也告诉你一句话，我们华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哼，走。杜海，这次里昂拍卖会你做得很好。不单单让我买到好的宝物赚到钱，还教训了下那巴。分内之事，我巴宋说话算话。白沙的地盘和人手归你了。多谢巴宋将军。先别急着谢。既然地盘和人手暂时归你了，我是要结果的。如果下个月你上交的宝物没有10个亿，那这个地盘和人手，到时候就归还给白沙。巴宋，你个小可爱，1个月打捞10个亿，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分明就是为了让我把地盘归还给白沙，好来牵制我。好，既然你想方设法的阻拦我赚更多的钱，那我就会找机会就夺走你的一切。好吧，将军，我会尽力去完成的。想要扳倒巴宋，就要有更多的钱。当务之急，先把之前打捞的东西变现一下。你说你看见了杜海进了金汉阁，有拍下照片吗？老大，我拍下了，我这就发给你。太好了，这小子果然有问题，我现在就去找巴松将军。杜海，这下我看你还不死！郑大小姐，您就放100个心，这尊明代鎏金佛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您看这品相，1000万，您再转手一卖，至少翻这个数。
杜先生，今天又有什么好宝贝吗？郑大小姐，咱们这生意假货，而且作假的手段很高明。没有赵掌柜，只凭郑小姐一个人，恐怕是要被坑了。看来我得帮帮她。郑小姐，这尊佛气势很足，金光耀眼啊！小哥有眼光，这可是实打实的明代官造。郑小姐，1000万，您绝对捡着大漏了。这品相的金佛，这宝贝能到您手里，那是缘分啊！你转手到拍卖会，价格翻倍，绝对是轻而易举。马老板，我就信你一次。您放心，您放心，我马老三。郑小姐，且慢。杜先生，小哥，你没看见郑大小姐正跟我谈大生意吗？懂不懂规矩？郑小姐，这鎏金佛不值1000万，这是假货。你小子找茬是吧？杜先生，这鎏金佛从色泽和分量上都没有问题，你说它是假货，依据是什么？郑小姐，你看这里的花纹线条呆板，匠气十足。明代的刀法应是流畅自然，神韵十足。小哥，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官造，讲究的就是规整，而且海水泡了几百年，有点磨损变形很正常。规整？那这底座与佛身的接缝，用现代粘合剂做得如此天衣无缝，也是明代工艺。那是铸造的痕迹。你一个外行，别在这里指手画脚，坏我生意。马老板，让杜先生把话说完。马老板，你说这是明代鎏金佛，那我问你，真金不怕火炼，也不怕手掰吧？你想干什么？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郑小姐，这鎏金佛外层是金粉混合树脂的皮子，里面是廉价的陶胎，价值不会超过10万块。完了！马老三，你好大的狗胆！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按规矩废了他的那双狗眼。是，大小姐。饶命啊！大小姐饶命啊！杜先生，今天若不是你，我险些被骗了。郑小姐客气了，不过是举手之劳。这绝非举手之劳。杜先生替金汉阁替我挽回的不仅是钱财，更是声誉。杜先生，你这个朋友，我郑书玉交定了。从今往后，你的事儿就是我金汉阁的事。杜老大，不好了！白沙安排人跟踪你，拍下了你进金汉阁的照片，跟巴松说你背着他把打捞的宝物送来了金汉阁。巴松现在到处在找你。这下糟了，没想到白沙竟然背地里派人跟踪我。现在有了我进金汉阁的证据，巴松知道我私下交易，肯定会杀了我的。可我的实力还不足以能跟巴松抗衡，可是不回去就失去了海域的打捞权，我不甘心。杜先生，不必慌张，我有办法。郑小姐，白沙这招是要置我于死地，你有什么办法？杜先生刚才替我保住了声誉和钱财，我郑书玉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这份礼物就交给杜先生处理。这是什么？上个月白沙与纳巴的秘密会面，商议如何瓜分巴宋北部海域，而我这里恰好有他们对话时候的录音，这 U 盘就是证据。太好了，白沙告我私售宝物，但证据只是我进入金汉阁的照片，完全可以解释为他的动机是为帝报仇，挟私报复。而这 U 盘不同，直接坐实了白沙背叛的嫌疑。白沙，这次我一定要斩草除根。郑小姐，多谢了，这份礼物对我而言有大用。杜先生可以带着这份礼物回去，告诉巴宋，你就是来金汉阁做交易的，但你是来买东西的。而白沙他才是那个真正勾结外敌、意图不轨的内鬼。我进入金汉阁，正是为了拿到他通敌的证据。没错。这个郑书玉真是个厉害人物，轻描淡写的就帮我解决了眼前的危机。郑小姐思虑周全，雪中送炭，这份情谊，杜海铭记于心。杜先生不必言谢。白沙想借刀杀人，我就让他看看，这把刀最后会砍在谁的脖子上。
阿明，我们走。将军，你看，这是我手下拍到的。杜海今天去金汉阁，还带着一个箱子，他肯定是把从海域打捞出来的宝卖掉，然后自己私吞了。杜海，你去了金汉阁？是的，将军。所以你和郑书玉做了交易吗？将军，我确实和郑书玉进行了一次交易。将军，他承认了，证据确凿，我现在就杀了他。将军，我虽然去了金汉阁，但并不是背叛，而是我发现我们的人里面有内鬼，我是为了追查内鬼才去的金汉阁。你说有内鬼？谁是内鬼？白沙，他就是内鬼。放你娘的屁！你小子死到临头，竟然还血口喷人！将军，他在狡辩，我不是内鬼。杜海他去金汉阁就是背叛。你如果不想现在就死，最好先把嘴巴闭起来。杜海，我来问，你来答。你给郑书玉的箱子里是什么？将军，里面是打捞的宝物。那你就是拿着我的宝物在外面卖了。将军，并非如此。郑书玉手里有内鬼的证据，但是他说必须用宝物去跟他交易，他才肯把证据交给我。我觉得挖出我们中间的内鬼要比宝物更重要，所以就给他了。杜海，既然如此，那拿出来你的证据。如果证据不能证明白沙是内鬼，那你去金汉阁这件事你就得死。巴宋将军，这就是证据。将军，这里面记录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是关于白沙与那巴商量是如何划分将军您的海域的。将军，不可能有录音，这 U 盘里面的录音肯定是假的，他在陷害我。白沙，我还没有播放呢，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它是假的呢？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对话的内容，而且还无比肯定这段对话一定不会有人录音呢？播放。那巴宋那混蛋纵容杜海害死了我弟弟，以后我跟你合作，我会把他们的消息透露给你，找机会把他们两个都弄死，到时候巴宋的地盘一半归你，一半归我。我巴宋最恨的就是背叛。将军，饶命啊！我是一时糊涂啊，将军。下辈子学聪明点。杜海，你很好，又一次证明了你的价值和忠诚。将军，属下必定竭尽全力为将军打捞更多宝藏。不过，你私下与金汉阁的郑书玉接触，把打捞的宝物给了他，终究是犯了忌讳。以后你管辖的海域上交打捞宝物的时候，就多加上5个亿，把15个亿的宝物交给我，不然白沙的地盘还是交给别人管吧。最近手下死的有点多，等我物色好新的手下，你也去死。巴宋肯定对我遗起杀心，现在留我是觉得我还有利用的价值，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得先下手为强。这里只有郑书玉的华人商会能帮我，我去找他，看看能不能让华人商会成为我的靠山。赵叔，打捞队伍还是没有线索吗？大小姐，这段时间昼夜打捞，每个海域我们都安排了人手，物件倒是不少，只不过还是没有核心沉船区的物件。时间不多了，只有打捞到玉佩，我才能得到下届会长之位。除非我拿到玉佩，否则华人商会就由我弟说了算了。郑小姐，发生什么事情了？杜先生，你那边事情已经解决了吗？还要感谢郑小姐拿出的证据，让我洗清嫌疑，不然我真的就死了。解决了就好。郑小姐遇见了什么事吗？我和赵掌柜探讨一些商会内部的小事，就不劳烦杜先生了。好，既然如此，我也不多问了。赵小姐，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的帮助，这罗盘就作为我的谢礼吧。这纹饰，这是郑和船队督官随身之物。大小姐，找到线索了。这东西只会出现在那片核心沉船区，杜先生可以帮咱们打捞。你说什么？杜先生，可去会客室详谈。杜先生，我需要找到一件随郑和宝船沉没的青龙玉佩，它就在出产罗盘的海域。能让郑小姐如此重视，这玉佩恐怕不简单吧？
杜先生果然智慧过人，我郑家一族乃是三宝太监郑和的后裔。郑和的后人？我听说过太阳的后裔，太监也有后裔吗？抱歉，不该打断你，您继续说。确切的说，我们郑家是郑和义子的后人，青龙玉佩是商会的最高信物，按照祖训，持此玉佩者就是商会的正统继承人。那你弟弟为什么能争夺会长之位？我弟弟打捞到了宝船上的金铸龙纹纸虎，取得了族老的信任。所以，如果没有一个镇场子的家传玉佩，商会就会落入你弟弟手中。那你打算怎么办？杜先生，只要我能在选举前拿回玉佩，就能得到族老的支持。你罗盘就是从核心区域里打捞的宝物，希望你能再跑一趟。如果帮我找到这个玉佩的下落，我可以出价10亿购买。10个亿送到我脸上，确实挺多的。但相比这笔钱，我更需要一个在这吃人的南国能帮我站稳脚跟的盟友。而他的华人商会绝对有这个实力，有他们撑腰，我就可以吃下南北海域，打捞无尽财富。如果我帮你把青龙玉佩带回来，除了钱，我还要你以及你背后的华人商会做我的靠山，优先处理我打捞的宝物，进行变现，并且全力支持我掌控南国海域。杜先生，你的要求不低啊，但选举的时间还有3天，你能在3天内找到玉佩吗？郑小姐，你就放心吧，3天时间足够了。好，只要杜先生能找到玉佩，你说的那些都不是问题。后世显示这里宝物众多，却唯独没有青龙玉佩。不管了，既然确定就在这片海域，干脆全部打捞上来再找。阿明，你带上所有人往东北方向3000米的海域开始打捞宝物，打捞深度在1000到2000米之间，所有的箱子木匣都打捞上来，派自己人盯着箱子和木箱，绝对不能打开。等我过去后，由我亲手打开。好，杜哥，我这就去办。杜老大有令，今天所有人全部按照指定海域和深度去打捞。老大，按您的吩咐，所有箱子都倒上来了，全程由我们的人盯着，没人动过。做得好，宝物修复，太好了！这新能力简直是为了处理这些沉船宝藏量身定做，就是不知道这个能力能把宝物修复到什么程度，找个机会试一试。现在先找到青龙玉佩再说。原来如此，怪不得我此前没有看到青龙玉佩的信息，原来它已经损坏了。坏成这样，正常的手段根本不能修复。刚好我可以试试刚刚获得的宝物修复能力。修复完成了，不单单是裂纹消失了。修复完成了，不单单是裂纹消失了，而是完全修复到最初始的状态。最关键的是，我自身竟然没有损耗。才过去了2天，我就已经拿到了青龙玉佩。明天等我带着青龙玉佩，恐怕郑书玉就会对我心服口服了。杜海，华人商会的选举提前出来了，现在已经开始了，你能不能找到我要的玉佩？放心，各位叔伯，这就是我历尽艰辛从郑和宝船核心区域打捞上来的永乐金铸龙纹纸虎，这是国宝，更是我郑家先祖荣光的象征。我为商会带回了如此重宝，壮大了我商会的声势与实力。反观我姐姐舒玉，她夸下海口要寻回青龙玉佩，可是我听说一直没有什么线索。今天既然是选举之日，姐姐你的玉佩也该拿出来了吧？如果没有取得玉佩，那我觉得这会长之位当然由我来做。希望各位族老能够支持我。是啊，青龙玉佩这么久也没线索，不如支持郑红担任会长。舒玉，选举不是儿戏，你既然承诺找回青龙玉佩，现在已经到了选举之日，如果你还拿不出实物，这让族中各位如何继续信任你的能力？青龙玉佩我已经找到，现在正在送来的途中，30分钟送达。30分钟？姐姐，你这拖延的借口未免太可笑了。我看你就是拿不出来，没有青龙玉佩，你凭什么资格竞选会长？杜海，你到底能不能赶到？既然你拿不出信物，按照规矩，这场选举也没必要。
谁说他拿不出？杜海，拦住他！这里是我华人商会重地，可不是什么小瘪三都能来的。退下！这位杜海先生是我的贵客。贵客？就他？姐姐，你怕不是病急乱投医了吧？就凭他也能打捞到青龙玉佩？郑小姐，你要的青龙玉佩就在这里。随便拿个破盒子就想糊弄人，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从哪个地摊买来的假货？诸位族老，千万别被这小子骗了。是真是假，看看不就知道了。假的，这一定是假的。做工这么新，怎么可能是几百年的古玉？这纹路，这没错，这就是真正的青龙玉佩，是真的。玉质温润，雕工古朴，与我郑夏族谱中记载的完全一致。不可能！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一定是高仿品。郑红，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这青龙玉佩千真万确，我以家族元老的身份担保。青龙玉佩在此，按照祖序，我郑书玉才是商会正统继承人。怎么会？不可能！杜先生，这次真是多亏了你。除了这10个亿以外，接下来华人商会所有的销路都会为你打开。有我们华人商会撑腰，八宋绝不敢把爪子伸过来多管闲事。成了商会会长后，说话就是硬气。有了华人商会的庇护，就可以不躲着八宋卖宝物了。郑小姐不必客气，这次我们都得到了双方想要的，你得到了权力，我得到了靠山。相信有了你的华人商会给我撑腰，我会赚大钱，而华人商会也会赚大钱。杜贤，如果有一条路能让你手上的沉船宝藏赚到的钱比市场还要多上2成，你感兴趣吗？比现在的合作利润再高2成，郑小姐，什么路子？杜先生，除了华人商会会长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是龙议会的成员。龙议会，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由海内外华人组成的组织，目标只有一个，让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杜先生，你在南国拥有的海域和打捞团队以及个人鉴宝能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邀请你成为龙议会南国海域的海上之首，这样你打捞的宝物可以通过合法捐赠的名义回到国家的博物馆，作为回报，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给你更多、更干净，而且你的名字将和这些打捞的宝物一起被历史铭记。让国宝回家还能多赚2成，这种名利双收的事情，我当然愿意。我现在就回去把咱们国家的宝物都带来。明哥，这些破烂每次都得专门搬一趟，卖的那点钱还不够弟兄们喝酒的，干脆扔回海里算了。少废话，能换一分是一分，动作都利索点。阿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从海域打捞的一些损坏的宝物，深海打捞10宝9残。我们现在是按照之前的规矩把这些都贱卖掉。我有修复宝物的能力，这些在他人眼中一文不值的破碎废物，在我修复之后，都能变成价值连城的完整珍宝。等一下，这些东西全部卸下来，一件不准卖。老大，这些废料卸掉不值什么钱，留着他们还占地方。咱们阿明，以后规矩变了，在别人眼里这些是破烂，但在我眼里不是。你吩咐下去照做就是，搬到我的私人仓库，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明白了，老大，都听见没有？快搬下来，小心点，送到老大指定的仓库去。哈哈，哈哈哈，9000万，这修复效果也太好了。原本这废料拿出去卖，价值只有9000块，现在经过修复后，价值翻了1万倍。只要用上我这双眼睛，还有了这个变废为宝的能力，赚钱的速度就可以更上一层楼了。全部修复完成了。
明天把这些拿去金汉阁卖了，顺便还可以看看金汉阁的废料里面都有什么，我再买回来接着修复一波。郑小姐，昨天说的让国宝回家还能多赚2成，今天我来赴约了。不过今天我带的东西，估计郑小姐可能需要大出血了。杜先生放心，无论多少，金汉阁都吃得下。这文案，宝光内敛，肤质如婴儿肌肤，这唐代海兽葡萄镜怎么可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像是刚从工匠手里拿出来，不可思议。赵掌柜的眼力真是不俗啊，就是刚从我这个工匠手里拿出来的。赵老，这宝贝估价多少？若是上拍，至少900万。差不多，这个价格可以了。商周礼器，这品相，这皮壳完美无缺，至少价值7000万。奇怪，这件宝物怎么也保存得如此完好？元青花，还是如此完整的大盘，这龙纹，这花色，绝品啊！赵老，你冷静点儿。别激动，后面还有呢。杜先生，这全部都是你今天带过来的东西吗？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郑小姐还吃得下吗？杜先生说笑了，刚才那3件宝物的初步估价大约在2亿5千万。眼前这些宝物数量惊人，我需要一点时间逐一鉴定估算。赵老，麻烦您带领所有鉴定师全力评估，我要在最短时间内知道总价。是，大小姐，老朽必定竭尽全力。快，把家伙事都带上，分3组。是。大小姐，杜先生，初步估算完毕，除去之前的3件，加上这12箱，共计87件各类珍宝，总价值预计在70亿左右。杜先生，我这就给您转账。等一下，这笔转账的数额巨大，可能会引起巴宋的怀疑，可以先支付我10个亿，剩下的分批次给我。你就不怕我们不把剩下的给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杜先生，你一直被巴宋打压，不能出头，但我有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或许能帮助你得到巴宋的全部地盘。什么消息？深渊集团，杜先生应该知道吧？我听说深渊集团是国际打捞集团，实力非常强。不过我不清楚跟巴宋有什么关系。它的背后是深渊集团这棵大树，如果你能从深渊集团入手，让他们内部决裂，就能除掉它的同时，还能顺理成章的拿到它的全部地盘。杜小姐，你能让我接触到深渊集团的人？我得到消息，深渊集团董事长的女儿莎娜有一件被岩石包裹的宝物，仅从外壳一角看就已价值连城，请了高手清理，但却无人敢冒险取出宝物。他为此举办了私人鉴赏会，想要找到能将其完整取出的人。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帮莎娜鉴定这个宝物，最好是能岩石清洗掉吗？杜先生，从刚才你带来的那些宝物就看得出，你肯定是一位宝物修复和鉴宝的大师。只要取出宝物，你就可以在莎娜能力范围内提出一个要求。我有透视眼和宝物修复，确实可以在不损伤宝物的基础上还原这个宝物的真实样貌。只要我取出宝物，就可以要求莎娜把巴宋的地盘给我。郑小姐，感谢你的这个好消息，我们现在就动身。将军，我们的人亲眼看到杜海带人扛着10几箱的宝物进了金汉阁，待了很久才出来。废物！为什么不拦下他？他那些宝物都是从老子的海域里捞出来的。将军息怒，我们不敢啊！
杜海竟然明目张胆的背着我走私，他的翅膀硬了，那这个人就不用留了。将军，要不要我派人去把杜海抓回来，保证做得干净利落，让他认您发落？抓？怎么抓？杜海背后的郑书玉不是小角色，更何况后面还有华人商会，难道要和他们直接开战吗？将军，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先去莎娜举办的私人鉴赏会，只要成功取出宝物，我就能向莎娜提出掌管整个满国海域的要求。到时候我们的实力远超杜海和华人商会，我们就可以不讲道理、不讲规矩的干掉杜海和那个郑书玉了吗？将军，厉害啊！秃鹰，你曾经是我手下最厉害的鉴宝师，这么多年，你的眼力没有下降吧？将军，放心，这次莎娜的私人鉴赏会获胜的肯定是我们的。哦，不愧是杜老板啊，现在竟然和郑书玉小姐搅在一起了。不过今天你这条狗怎么没和你的主人一起来？是被八宋给抛弃了吗？八宋将军，怎么这条狗你不用了吗？那八，一条养不熟还会反咬主人的野狗，你要是喜欢，尽管捡去。不过，我八素的习惯是先清理门户。等我把它的牙敲碎，剥皮抽筋之后，你再来捡吧。杜海老板，原来你是要独自参加私人鉴赏会？怎么，你也想要得到莎娜女士的一个要求？我建议你还是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吧。这次我一定要获胜。孤鹰的表现也代表了八宋，现在那巴也不想放过我。我现在只有拿下获得鉴赏会的胜利，才能自保，甚至一锤定音得到八宋的地盘。到时候那巴也只是下一盘菜。那巴，里昂市场之后，你怎么还用嘴看宝物啊？还敢提这回事儿，老子崩了你！老大，这是莎娜的地方，不要因为这小子和莎娜撕破脸。小子，你等着！感谢大家来参加莎娜女士举办的私人鉴赏会。本次的私人鉴赏会由莎娜女士亲自监督。各位，欢迎你们来参加这场私人鉴赏会。这场私人鉴赏会分2场，最终的获胜者我会按照自己说的，给予对方一个提出要求的机会。好了，接下来的第1场需要诸位从我拿上来的宝物中挑出你们认为价值最高的宝物，然后由我的鉴宝师来告诉大家实际价值，价值越高者排名就越靠前，前3名将有资格参与第2阶段的比赛。我说没有八宋给你拿钱，你小子的钱够不够啊？要不你跪下来求我借你点啊？那倒不必了，我刚刚在金汉阁交易了一批打捞的宝物，就是那巴你这次带来的钱够不够自己听几个响啊？一会儿钱不够了，千万不要跪下来求我。你就现在嘴硬吧，等我赢了这次鉴赏会，我会像捏死蚂蚁一样捏死你。鬼眼七，走，跟我去看宝物。渡海交易的都是我海域里的宝物，等我拿到了鉴赏会的胜利，我一定会让你把我的钱都吐出来。哼！这次我们一定要赢，输了你知道后果。放心吧，巴松将军。那巴这次带来的人叫鬼眼七，也是南国相当有名的鉴宝大师。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手宝物修复的手艺。巴松旁边的那个是2年前退隐的秃鹰，也非常的有名气。据说当时他鉴宝没有出错的。渡海，你这次的对手都很强啊。郑小姐，你要对我有信心啊！放心吧，这次私人鉴赏会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第1件北宋汝窑市场估价1亿2千万元，第2件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连纹梅瓶市场估价1亿8千万元，第3件清乾隆帝御宝蛟龙拧白玉玺市场估价6.8亿。不愧是莎娜女士的私人宝物鉴赏，每一件价值都是上亿，几乎都是稀世珍品。这是九霄环佩在古琴，市场原估价1.2亿元，因内刻唐代著名制琴大师雷威的亲笔签名，市场估价为50亿元。雷威竟是唐代制琴宗师雷威的亲笔签名。
50亿的价值。巴宋那巴，你们的目标恐怕还停留在前面那几件几个亿的宝物上吧？美杜莎小姐，这一件宝物我得出到多少钱买？杜海先生，这件古琴不是属于莎娜女士的收藏品，是拿来当做装饰品的古琴，不值什么钱。杜海，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大场面？昏了头了，竟然去买一个装饰品！小子，你要是分不清什么是好玩意儿，或者没钱买莎娜女士的收藏品，可以过来给我跪下磕几个头，我还可以赏你点钱，让你挑个不错的宝物。我们华国人不买贵的，只买好宝物。所以我跟巴宋将军还有那巴老大不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去选垃圾。你个小可爱，你找死！那巴宋，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私底下解决。敢在莎娜夫人的鉴赏会上闹事，我看你们两个是不想活着出去了吧？小子，你等着，我会找你算总账的。杜海，鉴赏会结束后，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美杜莎小姐，不要因为琐事影响了鉴赏会的进行。这个古琴多少钱？我以为你是在跟巴宋和那巴置气，原来你是真的想买个装饰品古琴吗？放100个心，我这次赢定了。这位先生，你确定你要买这个装饰品的古琴吗？确定，这可是无价之宝。那行吧，那你出10万吧。10万，这应该算是打捞废品的市场最高价了。莎娜女人的确有国际资本的做事风范，没有坐地起价那些贪便宜的行为。我说杜海老板，到现在了你还在嘴硬。那爸，你既然这么看不上我选的这个宝物，不如我们打个赌吧。小子，你想赌什么？就赌我选的这个宝物比你选的宝物价值要贵。如果我赢了呢，你就要花10倍的价格把我手上这个宝物买走。一件装饰品也敢跟我选的宝物比？怎么了，那巴？你是不敢跟我比吗？哼，我有什么不敢的？那如果你的宝物没有我这瓶子值钱呢？那你的瓶子值多少钱？我付100倍的价格赔偿给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有那么多钱吗，杜海老板？那巴，这里是莎娜女士的地盘，我也没办法逃跑。如果我拿不出这100倍的赔偿，那我这条命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好，这赌注我接了。莎娜女士，咱们这个私人鉴赏会，可不可以私自加注啊？这个小帅哥没有在我的收藏品里选宝物，竟然选了一件唐代装饰品，而且他还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选的装饰品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好的眼力，那我倒是可以考虑把我那件被海底泥沙岩石包裹的宝物给他，让他来帮我取出来，会更保险一些。可以，而且你们任何一方如果违背了赌约，我会亲手杀了他。第一阶段的比价正式开始，大家可以把选过的宝物交给徐老了。那巴先生所选宝物，原北宋官窑粉青釉从视频初步估价6亿3千万元，超过了刚才领先的巴宋，是全场最高。巴宋将军，不好意思啊，看来这场是我抢了你的风头了。杜老板，也该看看你那件装饰品了吧？你可别忘记了，我们之间可有赌注的。那爸，你既然这么着急看我的那件装饰品，是不是担心到时候赔不起啊？哼，杜老板，你逞这些口舌之力是没用。到时候如果你不能按照100倍的价格买下我这件宝物，按照咱们的赌约，你的命可就归我了。
那巴老大，他那个装饰品能值什么钱？杜海，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才能凑够630个亿来买我们的宝物吧。杜海，我看你小子还是赶紧联系，让你的家人给你找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后事吧。杜海9箱环佩唐代雷威古琴，初步估价1亿2千万。难道是我看错了这个小子？杜海先生，你输了。按照规定，你需要赔偿630亿给纳巴。慢着，杜海，你有什么事？美杜莎小姐，我对于这个价格有异议。杜海，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这把破琴的材质品相就是这个价格，你能有什么异议？杜海，相信你应该知道在莎娜女士的鉴赏会上闹事会是什么后果吧？如果你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也不会饶了你。诸位，这把9霄环佩作为一件唐代乐器，1亿2千万确实是它的常规价值，但是这个琴真正的价值却是在其内侧有唐代制琴宗师雷威的亲笔签名。不知道如果这琴是雷威真物，又该价值几何？不可能！雷威真迹存世凤毛麟角，且均有明确记载，这把破琴怎么可能是雷威的真迹？还请莎娜女士的专用鉴宝师用电窥镜查看古琴腹腔内侧，一看便知。这笔锋，这力道，手印奇俊，内含金石之气。没错，再看这威字的收笔，这真的是雷威二字，是唐代制琴宗师雷威的亲笔刻名。我买卖了一辈子宝物，第一次有幸看到雷威的真迹。我之前竟然还嘲笑它是装饰品，我真是有眼无珠。带有签名的唐代古琴，这起码价值50亿。这怎么可能？一件装饰品竟然是雷威真迹，这不应该啊！这明明是桌子旁边那件装饰品，怎么能是这么顶级的宝物？经鉴宝复核，杜海先生所言完全属实。此具9霄环佩唐代古琴，确定为唐代制琴宗师雷威亲制，其价值重新评估为50亿。莎娜女士，这件50亿的宝物就当做杜海的见面礼。这个小帅哥的眼力果然不俗，希望他宝物修复的手段也像眼力一样优秀。那巴，我这件宝物价值50个亿，比起你那边价值6亿3千万的瓶，你说那个瓶子算不算是垃圾？你什么你啊？那巴，输了就要认。你选的宝物连杜海料子的零头都算不上，难道还不是垃圾吗？哎，那巴，我记得按照我们的赌约，你可是要花10倍的价格赔偿给我宝物的价值啊。是，我需要给你这宝物10倍那么多的现金，不过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等我回到我的海域，我再给你。那巴，你个小可爱，敢在我们深渊集团的地盘耍莎娜女士？别，我真给，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这样我现在立刻联系我的人，往我的账户里打钱，到了我第一时间转给杜海，这总行了吧？这还差不多。那巴，我警告你，如果在这场私人鉴赏会结束之前，你还没有把赌注的500亿交到杜海账户上，我保证你和你的人一个都走不了。明白，我明白。我宣布，本次私人鉴赏会的第1阶段获胜者是杜海。看好了，杜海，你可以进入第2场比试，同时也只有你一人可以进入到第2场比试。巴总将军，看来赢了你也没有用啊，最后还是让那小子得了便宜。你是干什么吃的？输给纳巴，竟然还输给了杜海！将军，下面我宣布进行鉴赏会的第2场比赛，由第1场唯一的获胜者，也就是杜海来修复那件被岩石包裹、让大家都期待已久的宝物。今天如果他能完好的取出这被岩石包裹的宝物，同时修复，我将按照约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满足你一个要求。但是如果你把我的这件宝物取出后不再完整，或者修复的不值钱了，我会亲手宰了你。这件宝物请了好多专家都无法拆解，杜海那小子肯定不行。看来赢了也未必是件好事，说不定会把命搭进来。杜海，有些东西是需要你拿命来赌的，你明白吗？我明白。好，你想好了吗？好，拿上来吧。这件宝物我称它为金丝果泥，你们看这金丝，这是中国明代织金锦工艺的巅峰表现，非皇家匠师不可为。
我前后请了17位顶级的鉴宝大师，一致认为里面的东西是一件完整的皇家打造金器，其价值保底是50亿。我的天，先是雷威真迹，现在这个被岩石包裹的宝物表现又这么好，天哪，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么好的表现，不愧是莎娜女士啊！就算让我花钱买票来看这些东西，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啊。老大，这小子得意不了多久了，他要是把这个宝物取出来的有损坏，律师一定会杀了他的。退！你害老子输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回去，老子再收拾你。杜先生，请吧。我靠，这什么情况？这是一个废料。莎娜女士花了那么多心思，想要把这里面的宝物完整的取出来。如果我直接把这是一个废料的消息说出来，莎娜恼羞成怒，肯定会杀了我的。不行，我得让莎娜女士开口先我一个免死金牌。莎娜女士，这个宝物我取不了。杜先生，你都还没动手就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莫非这个宝物你不敢取吗？这个杜海在搞什么鬼？难不成事情还有转机？要是他激怒了莎娜女士，我就有机会杀了他。将军，我看这个宝物没那么容易取出来，他这次死定了。你话怎么那么密呢？滚！这小子什么情况？还能是什么情况？毕竟一旦取出宝物或者修复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都会送掉小命。怕死所以不敢取，也很正常啊。莎娜女士，这个宝物要我取也可以，但是莎娜女士要先答应，如果这里面本身就是一堆宝物碎片的废料，你要是我无罪。什么？你说这是一个废料？杜海先生，这句话可不兴乱说，否则有很多人会死，包括你。莎娜女士，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在不损伤里面宝物的情况下，把这岩石包裹清洗了。莎娜女士应该就一目了然了。杜海，我可以给你个机会，按照你的方式取出里面的宝物，但如果这个宝物取来后不是你说的碎片那样，我保证你没办法说出下句话。把东西给他。怎么会这样？天啊！虽然我不是什么鉴别宝物大师，但宝物已经碎成了这个样子。这是有人拼接起来的一块废料啊！谁的胆子这么大，胆敢欺骗莎娜女士？莎娜女士，正如大家说的那样，这个宝物不是什么顶级的宝物，只是用顶级宝物的碎片混合着岩石拼接起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莎娜女士在得到这个宝物的时候，对方肯定无比夸大了这个宝物的价值，又在外部表现上故意露出了价值非常高的一角。不然莎娜女士肯定不会那么谨慎的想要把宝物取出来。混账！我把最好的海驹交给纳罗去打捞，没想到他竟然敢拿这种东西来骗我。美杜莎，莎娜老大，您吩咐。今天晚上我要看到纳罗的人头挂在门口旗杆上。好的，我这就去办。杜海先生，虽然你赢得了本次私人鉴赏会的比试，但是这件宝物并不是完整的。按照约定，没有人取出完整的宝物，所以我没办法应允之前的要求。不过作为补偿，纳罗管辖的海域我就交给杜海先生了。太好了，杜海也只是获得纳罗的海域。这场比赛，杜海也把纳巴得罪彻底了。我先和纳巴提出合作，铲除掉杜海，再用手段抢下纳罗的海域。那巴和巴颂他们两个都不是好对付的。如果这场鉴赏会我没能替代巴颂，拖得越久对我越不利。想要翻盘，我只有孤注一掷了。莎娜女士，莎娜，等一下。是还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是纳罗地盘的事情，你先回去你的地盘。3天后我会安排人接应你去纳罗的地盘进行接管。莎娜女士，刚才那个宝物我有办法修复。我没听错吧？一个碎成10几块碎片宝物，他竟然说他能修复！像这样破碎的宝物，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哪位师傅有把握修复的。他也敢夸下海口？杜海，你不要在这哗众取宠了。成了碎片的宝物，就算修复了，也不是原来的价值。还是老老实实接受现在的结果吧。杜海，这明显无法修复，你不要逞强。修复，杜海。我需要的是有真正价值的藏品，而不是一个价值暴跌的垃圾。如果你只能做到那种程度，那么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莎娜女士，我所说的修复，并非简单的粘合，而是让它恢复如初。我有把握让它回到未被摔碎前的状态。恢复如初，杜海，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欺骗我。你提出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很简单，如果我成功修复，我希望莎娜女士能答应将巴宋在南国管辖的所有海域交给我渡海来管理。渡海，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想抢我的地盘！莎娜女士，如果渡海没有把宝物碎片修复如初，我希望能亲手杀了他。做吧，你的要求等于是让我把巴宋换掉，这个要价可不低呀。渡海，你要想清楚，如果你做不到，或者修复的结果不能让我满意，那就是欺骗我。到时候，不仅纳罗的海域我会交给巴宋，我还会帮助他夺走你现在的海域，让你亲眼看着你失去拥有的一切。你还敢接吗？我接了。莎娜女士，修复过程需要绝对专注，不能受到任何干扰。我需要带上我的工具，在一个绝对私密的空间内进行。好，我给你这个机会。美杜莎，带他去我的私人修复室，我倒要看看。杜先生，请吧。好。成败在此一举了，我还从来没修复过已经成碎片的宝物。如果可以修复成功的话，莎娜不单单会答应我的要求，以这项能力的赚钱速度和我带来的价值，恐怕莎娜会想尽办法让我成为南国海域永远的掌控。可以请莎娜小姐过来了。这小子也太厉害了吧！这瓶子真的修好了？我不是在做梦吧？刚才明明碎成10几块，现在连个印子都找不到。这怎么可能？鬼斧神工，瓶身浑然一体，金龙盘旋的纹路连贯流畅，所有宝石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修复，简直就是时光倒流。瓶子的价值完全没有受到修复后的影响，这瓶子至少价值50亿。杜海，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莎娜女士，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您的这件宝物现在已经完好无损了。我渡海说到做到。很好，我莎娜说到做到。你能有这样的本事，就能更好的帮深渊打理南国海域。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这一刻起，巴宋的海域就交给渡海来处理，谁敢不服，格杀勿论。如果那巴的海域归莎娜管，我也要把那巴的海域抢过来。可惜那巴这人的海域被莎娜父亲管理。渡海，你真的马上就会成为南国海域的新主人了。1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在海域每天打捞的劳工，没想到今天我已经掌控超过1半的海域。莎娜这个贱女人，我要想办法杀了渡海。没有了渡海，我的海域谁也夺不走。那爸，你也看到了，这小子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他要是拿到了纳罗和我的地盘，明天就敢吞并你的地盘。这小子的野心太大了，抢了巴宋的海域，肯定要抢我的。不如就跟巴宋合作，不如我们之前的恩怨先放放，联手除掉渡海。成功之后，纳罗的地盘归你了，我只要回原本属于我的地盘。好，巴宋，就听你一次，先做了这小子，让他知道，在这南国还轮不到他一个华国人来称王称霸。既然换了你来管理海域，那巴宋也该老老实实退休了。莎娜女士，我看巴宋一定不会愿意让出他的海域。由不得他愿不愿意。你是个人才，我看中你，不会让你出事的。渡海，看情况，这应该有人是想要杀了我们。渡海，你别以为躲在车上就安全，今天没人能救了你。小子，你刚才在鉴赏会上不是很嚣张吗？现在识相的就快点下来。郑小姐，
你先留在车上吧，我去看一下他们要干什么。你疯了？他们手里可拿着枪呢。我们不是盟友吗？你不是常把在外要互帮相战挂在嘴边吗？怎么，现在又想一个人逞能了？好吧，那你记得下车后一定要站我后面。秃鹰、鬼眼七，怎么就你们几个？八宋和那巴他们人呢？哼，你个小可爱，你真当你是一个人物了？你最好撒泡尿照照，看看你算老几，也配让八宋将军亲自来？杜海，现在八宋将军和那巴老大已经联合起来，准备一口气吞掉你的地盘。只要我们在这个地方杀了你和郑书玉，我和鬼眼七就能将功补过。你小子死在我们手下，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美杜莎小姐，八宋联合那巴谋反，还想要我的性命，可以让人上来了。这怎么可能？莎娜竟然会安排美杜莎带人保护你？那你们还不快点把枪放下来？是不是现在就想死不想等啊？杜老大，我错了，我其实心里对于杜老大你只有仰慕啊，让我追随你吧，杜老大。杜老大，我就是一个小人物，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刚才我给你们机会让你们跪下，你没有听话，现在太晚了。虽然已经放下了枪，可惜你们对我没用，我不打算放过你们。杜老大，杜老大，我错了，我错了。要成大事，必须得学会杀人。杜老大，我有用，我知道那巴的秘密。哟，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呢。快说，什么秘密？杜老大，如果把这个秘密告诉你，能不杀了我吗？鬼眼七，死到临头，你还跟我谈起条件了？赶快说，如果你这个秘密有点用，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好，我说，杀那你的父亲将军的寿宴马上召开，那巴让我准备了一批赝品当做贺礼，把真货都放在了别墅的宝库里。这个宝库的位置我知道在哪。真是没想到，那巴竟然敢把假货上交给坤沙将军。只要将他私吞的正品清单献给坤沙，不仅能借刀杀人，还能向坤沙将军索要海域，到时候整个海域就都是我的了。鬼眼七，你倒是真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呢。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你现在回到那巴身边做我的卧底，把藏宝物的地方录成视频和礼物清单一起给我。谢杜老大不杀之恩，我鬼眼七对天发誓，从今往后我就是最忠心的狗。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滚吧！我也该去送八宗一程了。别再负隅顽抗了，你的老大杜海现在已经死在路上了。你们现在投降，乖乖回来当劳工，我还能留你们一条活路。放屁！杜哥绝不会出事。你以为我们还会信你的鬼话？归降，然后继续像牲口一样被驱使，随时喂鳄鱼吗？只有杜哥把我们当人看。我告诉你，我们华国人在外不是来当牛马的，更不是好欺负的。哼，死到临头还嘴硬。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早就派了秃鹰带人去截杀杜海。算时间，现在他应该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你们这些华国人来了南国，就是天生的牛马命，认命吧。我看未必吧。杜海，你怎么会没死？八宋，你死了我都不会死。杜哥，你回来了。阿明，你没事就好。八宋，我已经回来了，你放弃抵抗吧。哼，你回来了又怎么样？杜海，我可不会放弃抵抗。现在我的人比你多，跟我斗你还不够格。那么我够不够资格？莎娜女士，您怎么来了？您当然够资格。莎娜女士，这个杜海他狼子野心，他造我的反，你一定要为我做主，严惩这个叛徒。八宋，你现在的地盘已经交给杜海管理了。原本你让出你的地盘，我可以饶你一命，让你安心退休。但是你今天和那巴勾结，意图杀掉杜海，这就是在违抗我的命令。你现在就可以去死了。这个贱人竟然让我放弃我的地盘交给杜海，不行，不能就这么完了，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是你逼我的，我跟你们拼了！
游戏结束了。杜海，你敢！他们跟随八宋以下犯上，一个不留。阿明，我这样做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残忍吧？大佬，在南国，你要是不残忍，死的就是你了。说得对，还有一点，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我最近听说你把八宋的地盘交给了一个叫杜海的年轻人。是的，父亲，杜海的能力远在八松之上，把海域交给他打理，我很放心。能让你给出这么高评价的人不多见。他的眼光、胆识、能力都是上上之选，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既然你这么肯定他，3天后我的寿宴，带他过来，我亲眼看看这个年轻人究竟有多大本事。明白，我会让他好好准备。好的，莎娜女士，寿宴我会准时到场。礼物一定会让坤沙将军终生难忘。清单准备好了？老大，都在这儿了，一件不落。那巴，真得谢谢你，精心收藏这么多年，倒是替我把寿礼置办了。杜海是吧？我女儿莎娜总跟我提起来你现在可是她眼里的红人，今天可算见到你了。坤沙将军，您言重了，今天是您的大寿，我特意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贺礼。哦，什么贺礼？一份价值几百亿的贺礼。几百亿？哼，好大的手笔！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的不多，只要那巴现在掌管的那片海域。杜海，你胃口不小啊！吞了八宋的地盘，得了我女儿莎娜的支持还不够，竟然还想得到那巴的海域。不过你找错人了，我现在还没有换掉他的心思。坤沙将军，即便那巴背地里瞒着你，私吞了属于您的价值几百亿的宝物吗？你也不换人吗？杜海，你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别以为有我女儿给你撑腰，我就不杀了你。将军息怒，您可以先看一下我带来的这份宝物清单，再决定要不要换了那巴。这上面都是那巴献给我的寿礼，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那巴献给您的是赝品，那巴他私吞下来打捞的真品，而给你送来的都是赝品。好一个那巴！杜海，如果这是真的，那巴的地盘我给你，但如果是假的，如果别墅里没有这些东西，你就要用你的命来偿。一言为定。将军，愿您福慧双增，法体安康。杜海，我没去找你算账，自己送上门了，这里不欢迎你。来人！那巴，今天是我的大寿，来者是客，你们的私人恩怨私下解决。先让我看看你给我准备的寿礼吧。是将军，早就准备好了。去，把给将军的寿礼呈上来。是。将军，这可是上等的和田玉。杜海，你也是行家，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将军，可否让我细看？这玉是假的，表面光泽是人工打磨，内部有大量现代工艺才能形成的气泡。这是一块高级乳化玻璃。杜海，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分明是故意搅局。这可是坤沙将军的寿宴，我带着赝品来，那不是自己找死吗？那巴，那这个你怎么解释？不可能！哼，那巴，你看看这个，这是杜海送给我的贺礼，价值几百亿。他说这是你瞒着我留下的宝物，你看看熟不熟悉？这怎么可能？这明明是我私人宝库里的藏品清单，坤沙怎么会有？不行，我绝对不能承认，不然我就死定了。说吧，老实交代，怎么回事？将军，我跟了您10几年，你要相信我。
这一定是渡海伪造清单来诬陷我。那巴，你说我诬陷你，那如果我能证明清单上的东西此刻就藏在你的别墅里呢？不可能，宝库位置只有我和鬼眼七知道，渡海绝对找不到。你证明啊！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污蔑！将军，我确实有证据证明纳巴私吞了这些财物，而且这些财物就藏在纳巴的别墅里。鬼眼七，你说是不是啊？将军，渡海说的都是真的。纳巴老大，不，纳巴他确实私吞了清单上的所有宝物。宝库就在他的别墅地下，我知道入口。叛徒，我杀了你！杜老大，救救我！你说过会饶我一命的。鬼眼七，我是答应过你不杀你，但现在杀你的人是纳巴呀。将军，我是清白的，没有什么宝库。鬼眼七，他是被渡海收买了。你是不是清白的？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将军，宝库的位置我知道，我来带路吧。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将军，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求您看在我跟您多年的份上，饶我一命。我给过你机会了。将军，那把宝库里面所有宝物都等候你的人前去接收，不知道我们的约定还作不作数？渡海，以后纳巴的那片海域归你打理，别让我失望。谢将军。杜哥，上个月打捞的宝物总价值突破100亿，现在整片南国海域都在我们掌控之下。知道了。打捞的华国文物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其他的都已经通过全球渠道变现。杜先生，现在您不仅是南国海域的主人，更是东南亚最富有的人。这只是开始，我要的是让全世界的海域都刻上我渡海的名字，做这世间唯一的海王。我的版图是整个海洋。